是我失于计较，致使贵人陷于宵小之手，惊扰了贵人，有罪。陛下的诏命里还有一件事，需你我去做。是了，要迁废帝于别宫。只是据某所知，这汴梁城里并无第二处宫室可居。便是，迁居开封府正衙便是。此事某去办。京师这些穷酸做大，明知自家吃不上，却也不叫旁人去吃，坏了我与杜令公的大事，也不至于他们竟有何好处。中军，末将在。张榜图形，全城缉拿细作郭荣。末将领命。参见大人。下官吕应参见上官。下官见过相公。相公驾临府衙，所为何来？怎么？我不当来啊？相公说笑了。子平是清泰2年礼部侍第6名，我记得不错吧？正是。一榜进士，寒窗10载，适合12年才做到了京师判官。乱世搓磨，也无过于此了。契丹天子的诏命，知晓了吧？学士院送来了藤卷，下官正在整理户籍填土账册，收拾印信案卷，待那位张太尉到来，方便移交。好，既然知晓了，那你听好。恭听相公君谕。自即日起，你便不再是开封府判官了。自你以下，一应参军、衙役、书吏一体开革。念尔等10余日来奉职上称本分。本府开恩，趁着账面上还有些公堂，每人可多支3月钱米。各自领了，散去吧。开封府判官虽为左吏，按制却是堂厨之属。相公虽为枢密，却不当越过冯令公，除处京官。请恕下官无礼，不敢奉命。下官不敢奉命。下官不敢奉命。走吧，子平。你还年轻，还有家人。相公，薛某不才，已知大难将至，却不敢牺牲狗命，以窥职守。你想好了？不过是一死而已。人不朝你，桑某才是大晋朝开封府尹。
我倒是哪个大胆的错大，却原来是桑相公。你来的真慢啊。无礼！这是桑相公。我奉契丹天子诏命，接管开封府衙。桑相公，你素来是识时务，想必不会阻拦。我这个开封府尹还在，你接管不了。宋不肯奉诏。你这阿臧杀财，明明死期当至，还自以为得机，实在是夏虫不足语冰啊！上尉，你莫要给脸不要脸。桑某卖了燕云16州，宜修万国，而与杜重威卖了河北和京师30几个州郡，却又哪里来的脸面倒招给桑某？印信何在？砸了！户册与案卷呢？烧了！你这是得了失心疯，还是患了痰症迷了心窍？诸般筹谋，窥暗室，一番计算，总成空。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，能以这条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，也算是不亏。这条断头路，先帝能走通，杜重威却走不通，你更走不通，因为你是一个蠢货。好，桑维汉作为后晋一朝的宰相，旧五代史称其辟邪之治，地构之功，亦可谓社稷臣也。新五代史亦称灭唐而兴晋为汉之力也，其谋士之略、治政之能，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与推崇。然而，作为出卖燕云16州的直接责任人之一，也因此受到了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鞭笞。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态度鲜明地批判桑维汉曰：“祸及万世，则万世之罪人。”中军，末将在。小谕全军，改假3日，
全城大肃。打头阵的弟兄，大封第1日，其他人2、3日，让弟兄们记好时辰。大后日晚间，须使各自归队。谢太尉。